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一刀了断。聪明，也只有非人才会对人类的理解如此粗暴了。你还真是有闲心啊，不怕你的尊主来找你算账吗？我没欠下什么债务。你正在试验的这种技术，凯文未必知情吧？你是罕见的实验对象。那个名为希尔的女士，与圣痕的意志已经各自独立，而你则仍处于混沌之中。至于天命的2位 S 级女武神，她们的觉醒方式太过特殊，反而不足为凭。你该不会想要让所有觉醒者的圣痕都产生意识，并取代他们原有的意志？这样，圣痕计划完成后的世界才能更加快速地繁荣起来。尊主并不在乎，也就是说不会反对。不过看来这项实验已经失败了，实在可惜。人类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把握，所以渡鸦呢？他即将受到世界蛇的追杀，在我处决你之后。很好。哦，你应该听到我刚才和自己说的话了。那倒确实，他让你斩了那个杂碎，只不过他可能没有发现自己才是采掘矿产时产生的废料。你不是还想用它来取代我吗？的确，但我刚刚说了，实验已经失败。既然如此，我不会对沉没成本再付出什么心神。哼，难怪凯文会选择你作为圣痕计划的一道防线。你的确相当冷漠，即便在灰蛇当中，你想必也属于最为缺乏人性的那些。多谢夸奖。作为圣痕计划最坚实的守望者，这是对我最为充分的肯定。而作为回报，事实上，直到刚才为止，我始终保持着对你们的基本礼貌。无论是你们自诩的何种反抗，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，都在圣痕计划的监控之下。如果你不曾深入到这里，不试图从根源撼动圣痕计划，那么无论你与那些同伴想要做什么，我都会对你们保持容忍。这也是尊主的想法，毕竟他们无关大局。有人适度的唱唱反调，或许还有利于圣痕计划的长久健康。但是你却偏偏出现在了这里，在我们已经给予了你充分的自由之后，你又何必这样得寸进尺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错误地理解了固有的寄托，赌运气一般去寻找所谓的后门，却发现一切只是徒劳。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呢？我原本的确在思考这件事，不过现在你已经主动告诉了我答案。此时此刻，你在害怕我，不是吗？一言不合就拔刀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怎么，这么快就退缩了？所谓适才适所，我还是更擅长于居中调度。至于实际的清理工作，由工具来进行，也已经足够。狂风，臣服于我！
你指的就是这样？征服的雷电果然名副其实。哼，但是看起来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啊。这些声音怎么回事？看来你已经感受到了，自始至终，你们都在圣痕计划的控制之下，早已无处可逃。哼，感到困惑吗？你们一厢情愿的仗义相助，似乎并没有受到人类的认可。亲爱的雷之律者，你所面对的，并不仅仅是我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内心，而是你们费尽心思想要解放的人类的梦境啊！原来如此。既然圣痕计划拥有编织者，也就必然存在编织它的针线。所以，作为支撑起圣痕计划的基石，人类的梦境自然也在这片空间之中。要斩的东西还真是变多了。雷电压抑，即便你再强大，也无法掩盖多数人的脆弱与渺小，明白吗？你现在是想毁灭他们唯一的避难所，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有点慷他人之慨吗？看来他的破绽恰恰也是。灰蛇，你不会忘记什么是律者了吧？就为你送上你自己的口头禅如何？毁灭，然后新生。看来我的确有些失算。所谓律者，是纯粹的概念，而纯粹之物必然会毁灭一切。这无关乎你们在意的善恶，只是自然之理。也因此，你们永远是人类之敌。就算艾莉西亚牺牲了自己，普罗米修斯化身崩坏意志，虚数的通路也仍旧有简窃据，明白吗？就像你刚才的那种行为，你们永远只是人类的征服者，对人类的代表性，说不定还不如我们。怎么，你打算改变战术，用话语来拖延时间了？看来你至少认同我的说法。那你实在是太过自信了一点。不过，就算在这里砍了你，也会有另一个灰蛇凭空出现，对吗？理智的判断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比一比，拖延时间究竟对谁更有利吧。虚张声势。灰蛇，你听过一个东方的故事吗？从前有一位老人，他的家门南面有2座大山，挡住了他出门的路。有一天，老人下定决心，带着他的儿子们，开始用锄头去挖这2座大山。他的邻居于是就笑话他，说你们这么干未免太愚蠢了，就靠你们几个，又怎么可能挖掉那2座大山？但老人却回答说，我老死了，还有我的儿子。我儿子老死了，又有孙子，我们家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而这2座山虽然很高，但它自己并不能长得更大，挖一点就少一点，又怎么会挖不平呢？你的智慧是只有小学教科书的水平吗？我要提醒你一下，你说的那个老人，他最终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感动了神明才完成了奇迹。绝佳的讽刺，不是吗？那要看你怎么去定义神明了。我的伙伴们，他们早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为世界上的一切美好而战，根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只要我们不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行于这条路上的人终究会感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神明，也就是人类自己。所以，拖延时间究竟对谁有利，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吗？哼，说得好听。你以为自己只要坚持着那些冠冕堂皇的正能量，就终有一天能成为人类的多数派吗？你搞错了，灰蛇，这不是我的看法，它是13英杰的人生。世界蛇恰恰是在延续英杰的胜利，而非他们的失败。雷之律者，你不过是在挥霍那些伟大的刻印。愚公移山的传说，究竟只是笑谈。有勇无谋之人，你们注定徒劳无功。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不堪一击。是吗？它可是由人类梦境而生的虚数神骸，只要人类在圣痕空间中的梦境不灭，它就永远不会灭绝。人类无法放弃甜美的梦境，即便它脆弱的一触即溃。懂了吗？你选择对抗的事物，是人类出于本性的选择。人类的选择，这算是乌合之众还差不多。狂风，臣服于我！灰蛇沉默了。一刀了断。狂风，臣服于我！他们在自杀。结束了。怎么，不说点什么吗？不是你，不是你们，竟然是你吗？所以，是之前的那次接触，我被红小孩的发言算计了吗？算了，比起生死不明的叛徒，还是活着的叛徒更加棘手一些。我们是更先进的生命，让人类学习我们，是他们唯一正确的演化方式。荒谬！你认为自己究竟能解放谁？愚不可及。维系世界运转的执行者，
原本就没有童年。灰蛇的身体和存在主义一同崩溃了，但是为什么也没有其他灰蛇出现？这是结束了。雷电牙医，那边是你吗？我是雷电牙医，幽兰戴尔，圣痕计划出现什么新变化了吗？我这里发生了一些好的意外，很难解释它，因为我也无法理解。但总之，在灰蛇陷入故障之后，它应该不再是我们的障碍了。就在刚才的一瞬间，圣痕空间突然云开雾散，千界一城捕捉到了你和信标之间被掩蔽的信号。不论我们是否理解，与先前 Bronya 的强制停止不同，此时此刻，圣痕计划的网主动的发生了变化。但那个信标，它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有用，它只是由过去寄给未来的一封信而已，没有任何与始源全能相关的实际用途。等等，这是雷电牙医，有一个性质不明的领域正在高速接近你的信标，它们彼此的信号波形极其相似。什么？你们的空间要融合了！叮咚 ，Lambda 特别电台限时转播。不过，为避免打搅专心的牙医，这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插播，我们就不通知他了。虽然不知道灰什么会在哪一种未来里迎来新生，但我想，那一定是一个不会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未来吧。是的，我预知了灰神们的内战，并为了将它提前实现，而协助其中的一方送上了一颗糖衣炮弹，字面意思。然而，包括这样的细节在内，所有的未来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果。即便人类暂时在通向明天的途中迷了路，但是他们所撰写的历史，他们所向往的未来，终究会化作北极星，为他们指明方向。无论是牙医还是 Kiana、Bronya 还是幽兰戴尔，当然也包括很多很多的其他人，他们都因此挺身而出，不断战斗。所以让好人们的报偿来得稍快一点，应该也不算作弊吧。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，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，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所谓的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了。哎呀，一不小心，我是不是用了一些更难理解的概念，去解释一句更容易理解的话了？那么，还是让我们抛开概念的外壳，去感受内心深处的真实吧。当你们快乐时，看看自己的内心，你会发现，让你快乐的事，在过去也令你忧伤。当你们忧伤时，再看看自己的内心，你会发现让你忧伤的事，在过去也令你快乐。你们中有些人说，快乐胜于忧伤，另一些人则说，不，忧伤更伟大。但我要说，他们是相辅相成的。
他们一同进入你的生活。当其中之一单独与你同坐时，请记住，另一个正在你的床上浅眠。